一位来自湖南的女子站在镜头前，语气笃定地说着，希望四川建成军第一功就是收复台湾。听到这句话的人也许会愣住，什么？有人在台湾本地公开喊话，要解放军武力收复台湾？是的，你没听错。这位网名叫亚亚，在台湾的陆配网红，真的在网络影片中多次叫嚣类似的内容，而且是在台湾居住期间发表的。结果呢？他很快就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了代价，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个因为鼓吹所谓武统，意思就是以武力统一台湾而被撤销居留资格、限期驱离出境的陆籍配偶。故事要从2025年初开始说起。刘振亚这位女子的本名，出生于中国湖南，几年前以结婚依亲的方式来到台湾定居。她在抖音上经营了一个账号，取名亚亚在台湾，也会在 YouTube 上传一些她在台湾生活的影片，吸引了不少粉丝关注。本来一个来自大陆的年轻太太分享在台湾的日常，听起来挺正常，不少人也乐于看看异乡人在台湾的见闻。然而亚亚影片的画风可不只是吃喝玩乐或夫妻情趣，它的内容经常涉及两岸话题，立场鲜明地支持中国官方观点。尤其令人生叹的是，他常常公然主张武力统一台湾，像是刚刚那句希望中国军舰立功收复台湾，还有什么大陆武力统一台湾已经不需要任何理由，抱怨为什么还不赶快武统等等。这些言论在台湾社会看来相当刺耳，甚至刺痛。毕竟所谓武统台湾意味着战争、炮火和对台湾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威胁。起初亚亚的这些言论主要发表在他的抖音账号上。抖音在中国内地流行，但台湾人平常不太使用，加上他说的内容多半是迎合中国听众的口味，台湾一般民众其实没几个在意他。然而正所谓夜路走多总会遇到鬼，亚亚终于还是踢到大铁板了。一位台湾的网络名人八囧无意间刷到了他的影片，大为震惊。一个住在台湾享受台湾自由生活的陆配，竟然天天在网上呼喊要解放军来打台湾，这在他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又不能忍。于是八囧决定站出来做点什么。他公开录影片痛斥亚亚在中华民国的土地上胡言乱语，认为他的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台湾的国家安全。同时他也拿起法律武器向政府单位检举了亚亚的不当言论。接到检举后，台湾的内政部移民署随即展开调查行动。移民署负责管理包括陆配在内的外籍人士居留事务，他们调阅了亚亚在网络上的相关影片和发言，并且在3月上旬正式传唤刘振亚到案说明。据移民署后来发布的说明，经过他们和相关机关依法讨论研判，认定刘振亚公开发布的武统言论已经有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之余。简单说，虽然他还没真的做什么颠覆行动，但已经构成对台湾安全的潜在威胁。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相关规定，移民署决定祭出铁腕，直接废止他原本持有的在台依亲居留许可，并限定他必须在规定期限内离开台湾。更严厉的是，未来5年内他都不得再次申请依亲居留，相当于一脚把他踢回老家，而且短期内别想再回来。消息一出，立刻引发轩然大波。要知道，过去从来没有陆配因为言论问题被这样取消居留资格，相当于驱逐出境的先例。亚亚刘振亚可以说是第一人，一时间成了媒体与社交网络热议的焦点。有支持者拍手叫好，也有人质疑这是否损及言论自由。我们先来看看各方反应。首先，在台湾民间舆论方面，许多人对移民署的决定表示赞成，甚至觉得大快人心。在他们眼中，这位陆配一边享受台湾的自由和便利，一边帮着敌对政权张目鼓吹武力犯台，简直是吃台湾的饭，砸台湾的锅，不教训不行。网络上不少人留言，早该把他赶回去，台湾不欢迎这种人。还有人调侃说，他不是一直喊着台湾要回归祖国吗？现在如他所愿，马上就可以回归祖国怀抱了。哈哈，这场风波甚至意外诞生了一个麻将梗。有位立委半开玩笑地说，看来以后在台湾打麻将，武统这张牌可不能乱喊了，因为武统听起来跟武统一样啊，大家以后都改叫武饼比较安全。这番调侃引来哄堂大笑，
也显示出亚亚事件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连打麻将都能联想到国家安全，真是哭笑不得。可以说，对于把亚亚送出境，台湾多数民众是举双手赞成的，觉得这就是捍卫国家安全和尊严的必要措施。台湾官方的说法也强调了国安立场，陆委会和内政部都出面表示，移民署完全是依法行政，任何违法的言论将依法应对。他们也重申，言论自由不应被滥用来支持统战或仇恨煽动。总统府这边更是行动迅速，事情发生后不久，总统赖清德就召集国安团队开会，研拟加强反渗透的对策。在那场高层会议上，赖总统首度明确将中共定调为境外敌对势力，端出了一份17项反统战渗透措施的大清单，里面包括恢复军事审判体制，全面清查公务员有无持有中国身份证，严格审核中港澳人士来台定居，甚至严厉限制赴中国发展的艺人在言论上不得配合统战等等。这些举措释放的讯号很清楚，面对日益增长的中国对台渗透威胁，台湾将强硬应对，不再姑息。赖清德也特别强调了一句，鼓吹战争仇恨并非言论自由，而是国际公约明确禁止的犯罪行为。换句话说，在民主社会，言论自由有底线，喊打喊杀、鼓动敌对行动已经踩过界了。然而，也不是没有不同声音，少部分人担心这会不会开启一个言论审查的危险先例。国民党有几位立法委员就提出质疑，台湾不是号称民主自由吗？怎么会因为发表政治言论就把人给赶走？这符合比例原则吗？他们担心民进党政府可能以国安之名扩权，限到言论自由。有评论就指出，虽然各国对非公民都有撤销居留的权利，但台湾长期以自由人权为傲，这样做难免引发外界观感疑虑。未来如何在保障国家安全与维护民主价值之间取得平衡，将是一大课题。不过，老实说，在铺天盖地的舆论狂欢面前，这些质疑声显得比较微弱，没有激起太大水花。反倒是大洋另一边的中国方面，跳脚跳得很厉害。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和网友对此事表现出强烈不满，纷纷指责台湾当局打压陆配，钳制亲中言论。最有戏剧性的是，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公开大骂这次的检举者巴囧，他用上了一串中国成语，骂巴囧是宵小之辈，还说这种人一定会受到严厉惩罚。一时间让人有种错乱的感觉，平常中国政府对自己国内异议人士可是零容忍，现在倒为了一个帮他们宣传武统的陆配高喊言论自由，甚至扬言要惩罚台湾的爆料人。这画风可以说相当诡异又讽刺。国台办的愤怒谴责，可以想见是做给自己国内观众看的，意在塑造一种民进党迫害爱国陆配的形象。但他们几乎不提雅雅那些鼓吹战争的具体言辞，反而把重点放在痛批民进党政府滥用行政手段、政治迫害大陆配偶上，试图模糊事件的重点。在中国的网络上，也有不少人为亚亚叫屈，认为他只是说说爱国话就被赶走，台湾根本没有言论自由。还有人叫嚣要对等反制，比如以后揪出在中国支持台独的台湾人也要重办，等等。当然，也不是所有大陆网友都一面倒同情他，也有一些人冷嘲热讽。有人指出，这位刘女士当初可是为了拿中华民国身份证和台湾人结婚，拿到居留权就离了婚，现在倒在那里高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难免让人怀疑她的动机。不管大陆舆论场上的声音如何，至少中国官方是牢牢把握机会，大肆抨击台湾当局，以服务他们的政治宣召。说回台湾这边，亚亚本人在事情曝光后也没有闲着，他先是在被约谈时当场指控台湾政府侵犯他的言论自由，还当着调查人员的面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显然他完全不认错，反而继续强硬表态，让在场的人都相当傻眼。等到移民署正式下达驱离令后，他又跑到网上拍影片抹泪诉苦，说自己突然被通知要在10天内离境，实在太措手不及。他声称有人一开始告诉他可以申请家庭团聚延期6个月，不必立刻走，所以他才没想到会这么快被赶走。对于外界种种质疑，他在影片中强调自己从来没有鼓吹武统，并且大赞台湾的健保和人情味。
试图挽回一点好感。然而这番话为时已晚，没有人买账。回顾他过去留下的种种发言记录，武统台湾这几个字可是他自己亲口说过多次的，怎么可能抹得掉？至于他说的6个月团聚宽限纯属子虚乌有，移民署也立刻出面驳斥，表示从未给过他半年留下的承诺，强调他务必按时离境，不然就要强制遣送。眼看狡辩无效，亚亚终于安静下来，准备打包行李。他最后一次在抖音发表了所谓离台感言，一方面称赞台湾好，台湾有人情味，一方面又抱怨台湾每天造谣，甚至把自己一家人不得不分离的责任归咎于不实谣言，态度可以说相当矛盾。无论如何，在规定期限内，刘振亚将不得不离开。他口口声声说是第2个家的台湾，返回他念兹在兹的祖国去了。亚亚事件表面上看是个别陆配言行失当被处置，但其引发的连锁效应却相当引人关注。一时间，台湾社会开始出现对陆配群体更大范围的讨论和猜疑。毕竟全台已有将近40万名陆配，他们是台湾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两岸交流下的产物。然而这起案件之后，不少人开始把焦点放在陆配的忠诚度问题上。一些原本和蔼可亲的邻居大妈，可能转头就在脸书上问，那些嫁过来的大陆新娘心里到底认同谁？社群媒体上更是议论纷纷。有极端的网友干脆说陆配都不可信，这可把许多孤遵纪守法的陆配也一起推上了风口浪尖。有趣的是，就在亚亚被驱逐的消息爆发后，一些平时也在网络上活跃的陆配们纷纷站出来和他割。有位在台的陆配 YouTuber， 我们暂且称他为小慧，其实深受台湾文化熏陶，平日就很喜欢台湾。他看到亚亚的言论时也气炸了，觉得亚亚是在背叛养他的台湾，于是率先拍影片大力驳斥亚亚的不当言论。一开始，小慧因此获得台湾网友一片赞赏，大家把他视为挺台湾、反统战的正义代表。然而不到2天，风向突然转变，有些台湾网友开始连小慧也怀疑了，追问他，你会不会只是做做样子啊？要不就表态支持一下我们正在推的某某政治行动，不然怎么证明你是真心的？甚至有人要求他去响应近期号召的大罢免活动，不表态就说他假爱台湾。这让小慧又好气又好笑。他回应，你倒是先给我台湾身份证啊，不然我连投票权都没有。没错，像小慧这样的依亲居留陆配，其实拿的只是居留证，很多人尚未规划取得台湾国籍，无选举投票呢。要求一个还不是公民的人去表态政治忠诚，这种场景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荒诞？对小慧而言，更荒诞的是，她原本挺身而出声讨亚亚，可以说立场分明，但没想到最后还是被某些人当成外人审查了一番，真是哭笑不得。不止小慧，还有其他一些平时爱分享台湾生活的陆配博主也遇到了类似情况。有位昵称小叶的陆配，一开始在朋友圈破口大骂亚亚给脸不要脸，结果很快也收到陌生讯息质疑他是不是卧底。他不禁叹道，这个亚亚把我们害惨了。更令人惊讶的是，亚亚被驱逐的案例仿佛打开了某个开关，接连又有其他陆配的亲中言论被揪出来检举。据媒体报道，另有2位在抖音上发表类似言论的陆配网红恩启和小薇，目前也被人检举到移民署接受调查，很可能会步上亚亚后尘。如果台湾官方认定他们的言论也达到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不排除也会取消他们的居留资格。甚至有些并非网红的陆配，只是在社群上发表了一些敏感观点，都受到波及。例如台北车站附近一间手摇饮料店的陆配老板娘，虽然平日卖珍珠奶茶与人无害，但据说她曾在脸书上主张立法院应该保留几席给陆配代表。仅仅这么一条言论，就让她收到了移民署的约谈通知信，要求说明。可见这波风潮已经引起陆配圈子人人自危，有的赶紧低调沉默，还有先前在中国社群上很红的台湾人或陆配，也开始忙着删除过去可能惹意的内容，生怕烧到自己。眼看事态越演越烈，很多台湾民众是拍手叫好，觉得对那些长期发表亲共言论的人就该这样重拳出击。在这种氛围下，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些夸大的说法，甚至可能有以讹传讹的情况。
比如有人开始渲染台湾政府现在要严惩舔共陆配，杀一儆百。这话听起来很解气，但难免也把所有陆配都贴上标签，一竿子扫进去了。部分媒体报道用了驱逐陆配这样耸动的字眼，没细讲前因后果，可能让不明就里的人以为台湾要大规模驱逐在台的所有大陆配偶，造成误解。事实上，台湾政府并没有针对陆配族群的集体清洗计划，不可能这么做。此次事件从头到尾是针对特定人士公开鼓吹对台动武的行为进行处置，属于个案执法，而非无差别的政治清算。然而，不得不说，亚亚事件也确实让台湾社会开始重新审视陆配这个特殊的群体以及相关法律的灰色地带。长期以来，陆配在台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与本地人有所差别，拿到正式身份，也就是入籍取得中华民国国籍，需要经过常年漫长的拘留与审核，期间也有限制政治权利。这背后其实是历史遗留和国安考量并存。一方面，由于两岸敌对的特殊情况，台湾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居民一直有所戒备，担心有人借婚姻渗透。另一方面，也有不少陆配是真心为爱嫁到台湾，婚姻家庭美满，在台深耕多年。他们取得身份证后，也努力融入社会，有的甚至参与政治竞选，服务社区。然而即便如此，社会上对陆配的疑虑有增无减。前些年就发生过几起陆配即使已拿到中华民国身份证，当选村里长或民意代表，却遭人检举出身背景，最终被以程序问题撤销资格的案例。另外还有上千名已经规划台湾20年的陆配，突然收到政府通知，要求补交当年放弃中国户籍的证明文件，仿佛要重新审核他们的忠诚度，搞得人心惶惶。如今亚亚这档事更是加剧了某种寒蝉效应，许多在台陆配私下都议论纷纷，以后我们讲话是不是得格外小心，言论的边界在哪里？会不会政府扩大解释，把一些其实无害的言论也算成危害国安？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从亚亚案后续衍生出的那些例子看来，官方的确开始更密切关注陆配的一言一行。大部分陆配当然从未想着参与什么统战活动，他们关心的多是柴米油盐和子女教育。但现在他们难免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万一一句话被有心人误会上纲上线，就可能惹来麻烦。可以预见，短期内陆配群体可能会更加低调，是在公共场合避免谈论政治，以免节外生枝。总的来说，台湾驱逐陆配这个新闻标题听起来很惊悚，但我们需要把事实和渲染区分清楚。事实是，台湾确实依法驱逐了一名发表极端言论的陆籍配偶，并可能对其他类似个案采取行动，但这并不代表所有陆配都遭到打压，也不是台湾社会对陆配群体的全面排斥。媒体在报道时如果没有解释前因后果，容易让人以为台湾当局突然对陆配痛下杀手，这是一种夸大不实的印象。真正的重点在于言行本身，无论哪国人士在台湾享受自由，就不能一边吃着这里的饭，还一边喊着要摧毁这片土地，这和言论自由并不矛盾。正如台湾官员所说，鼓吹武力攻击本身就逾越了民主社会可容忍的范围。如果换个情境，假设有个拿美国绿卡的人公开支持恐怖主义攻击美国目标，美国政府会不会去他的拘留？很可能也是会的。所以台湾此次的做法其实并非不可理喻，只是在两岸关系的敏感脉络下格外引人注目。这起风波对台湾和在台陆配都带来一些启示。对台湾而言，是一次在国安与人权间取得平衡的考验。毕竟捍卫国家安全是政府职责，但如何拿捏尺度，不伤害台湾多年累积的民主法治形象，需要慎思。对陆配群体而言，则提醒他们在享有自由的同时，也要注意法律红线，特别是涉及两岸敏感议题时，需谨言慎行。大多数的陆配其实和台湾人一样，爱好和平安稳，只想过日子。他们不该因为个别人的出格行为就被妖魔化，社会大众也应该理性看，不要以偏概全。那些夸大的指控或者阴谋论，例如宣称每个陆配都是卧底特工，要颠覆台湾等等，并没有根据，听听就好。最后，不妨用一种戏剧性的角度来回顾这整件事。
一边是自称爱祖国、爱得深沉的亚亚，最终却因为大意乱说话，在民主台湾踢到了铁板，被迫踏上返回祖国的路。另一边是台湾社会，从震惊、愤怒到伸张正义，但也隐隐带出对内部自由价值如何维护的自我反思。这出跨海风波有点像现代版的农夫与蛇寓言，又夹杂着现实政治的无奈与矛盾。剧情虽然曲折，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无论媒体怎样炒作渲染，事实胜于雄辩。台湾有句俗谚说，别人在你家放火，你总不能请他留下来过夜。同理，如果有人利用自由环境来煽动毁灭这个环境，那么守护这片土地的人们势必会有所行动。未来两岸关系或许还会出现更多这种你来我往的戏码，但希望我们都能擦亮双眼，既不对威胁掉以轻心，也不被夸大的言辞牵着鼻子走。掌握事实，明辨是非，才不会在资讯混乱的时代中迷失方向。